你刑满释放以后，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最少100万。有犯罪记录不能从事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就是你像普通人一样找工作的时候，95%以上的工作都不会录用你。我自己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我才去做的，我没有那么坏。当时我特别绝望，应该找个地方离开这个人世。好多人认为你就应该找不到工作，你就应该活得颠沛流离，你就应该流浪，你活该。对，这个标签贴到你身上，你撕不掉的。到底什么前科？我们一开始是非常纠结，是不是邀请他来我们节目的。回溯我们700期，采访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生活的普通人，像他这样经历标签的人是非常少的。他得经历这么多年的一些孤独无助之后，他来这儿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劝诫可能不太清楚违法犯罪成本的一些年轻人，这件事情有多么可怕。自我介绍一下，我这就人间值得吧。我能放松吗？有点太紧张了。什么能播的播，不能播剪去就好了，好吧？咱们就正常聊天吧。因为我确实压力好大，实在是生存不下去了，我今天才来。我也自己在担心，因为我这张脸露在媒体面前了，就告诉所有人，我是有犯罪前科的。我可能以后找工作会更难，真的太需要社会理解和关注我们了。不是，你说的也太可怜了。我8月2号来北京找工作，找的是买菜的工作。我租了电动车700块钱，租完电动车去面试，因为你的身份证上有这个犯罪记录，不好意思用不了，拒绝了。700块钱电动车白租了。就前段时间9月1号，我去一个食品厂，那天去了大概小时工30多人吧，干了一天都觉得累，走了得有10多个人，我没走，留下来了。干一天160块钱一天，第2天领导通知我说不好意思，你们这个有问题，不能用你，然后给我结了100块钱工资，不走了。这种就业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去像正常人一样找工作。我1年被开除10几次，就是你像普通人一样找工作的时候，95%以上的工作都不会录用你，找不到工作。我在双井的那个百子湾那块睡了5天的公园，晚上特别晚，睡着了，手机被人偷了。当时我特别绝望，真的觉得应该自己活成这个样子，就应该找个地方离开这个人世，真的就是这样。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想把我的事情告诉更多的人，就是说现在的犯罪成本到底有多高？10个普通人至少有8个都不知道，不是你们想象的，就是影响3代了，不能考公了，不能当兵了，这些只是最基本的。你刑满释放以后，你所有的正规工作都不能做了，有犯罪记录不能从事有五险一金的工作，不能送外卖，不能送快递，不能当保安，不能当保洁，就底层的工作都不行。稍微高端一点的你就甭想了。所有只要给你交五险一金的工资，一定能查到你有犯罪记录。这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价值到底是多少？最少100万。普通人你可以挣7000，我只能赚3500，一个月差3500，一年就3万多。你未来30年呢？我25岁到65岁，40年，每年比人少赚3万块钱，40年多少钱？中国90%以上的犯罪都是因为钱，包括酒驾，就为了省那100块钱代驾费，可能就自己冒险。他不会想到说自己出了事以后会承担多大的责任，就一个酒驾可能就造成了100多万的损失。之前面试一个工作，刚开始谈的是4500一个月，后来我去面试的时候说了，我说我有犯罪记录，然后他说3000干不干？你干就留下来，不干拉倒。区别对待，对不对？区别对待，就是这种区别对待的还少呢，就更多是直接就拒绝了。之前有前科人员可以送外卖，可以送快递，就是为什么后来都不用了，就是因为有送外卖从事人员和送快递的从事人员是有前科的，然后他们2次犯罪了，影响整个所有的人了。2次犯罪率越高，整个所有有前科人员想改邪归正、想重新回归社会，那太难了。越失业越会出问题，越出问题越没有办法去重新回归社会。下面这部分
可以不播啊，因为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了。没关系，你播吧。到底什么前科？当时我做群演带队嘛，那时候社区居委会不组织献血嘛，200cc补助500块钱，然后有献血证，有礼品。14年，然后那次夏天的活动嘛，就是我组织了一些群众演员，我每人收50块钱中介费，就跟平时一样嘛，就平时在群演的时候，我每个人也抽10块钱嘛。我以为就是一种普通的。能让人得点钱，然后有献血证，然后有礼品，我觉得这事儿挺好。但是因为我收了这个50块钱中介费，根据法律规定肯定是犯罪了，就定了一个叫做非法组织卖血罪。当时不知道，我是整个朝阳区头一个被判刑的，明白我的意思吗？结果是什么？结果判了10个月嘛。你大概那个时候多少岁？现在呢？那个时候25周岁，现在34周岁，9年了嘛。有没有想过当时这个行为会为你9年的人生？从来没想过这个行为会构成犯罪。如果会，我哪怕因为我自己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我才去做的，我没有那么坏。在09年到14年期间，就是我每次去影视基地遇到那种被骗群演，被骗的身无分文了，我都给他们拿点路费，给你买张火车票让你回家。这种我从怀柔带出来的人至少得有100多人。这是一千是吧？对，行，您自己挑。262，对，下一个。那谢谢啊。其实有了这个犯罪前科的人，也不一定就那么十恶不赦。但是从里面出来，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你发现你找工作的时候已经被社会所抛弃了，这些人一定会心生怨念，就包括自己在内。首先，你不能干以前的工作吗？群演带队，资源都没了。那个时候微信没有这么发达，后来回老家沈阳做卖做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不差，因为那个时候的很多工作是可以从事的。是从17年。那个时候就是清理了大批的像我这种就前科人员，就是外卖不能干了，快递不能干了，都是从17年开始的。19年回北京干那种黑保安，别人1个月拿4500，我拿2500，干了1年多，没有办法，你得活着呀，就太难了。去年还能干小时工，今年连小时工都干不了了。就快递分拣那个活是非常累的，普通人没有人，几乎都是招的日结。就我实在是找不到好的工作，我才去做那个。就这种工作现在都已经不录用我了，因为只要刷了身份证，现在直接就给你撵回来了。我在三亚去找工作，干了14天，给我结了200块钱，没办法呀，你怎么办呀？劳动仲裁需要1个半月，你耗得起吗？你吃住怎么办？在三亚，我在三亚已经睡了得有半个多月马路了，白天跟着流浪汉，我刚开始去还不懂，然后流浪汉说你跟我去那个每日城，有别人吃剩的饭菜，咱们捡点吃，能吃饱，真的，半个月，可能你不理解也不会觉得这个我现在当成一个好笑的一个东西在讲，但实际当时真的特别难。你觉得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会不会去美食城的那个吃别人剩的东西？就是那种感受太难受了，真的，我就但凡有一点选择，我都不会去做流浪汉的。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家里怎么说？知道这件事？家里给我请了律师，花了几万块钱呢。其实律师在老家请的也是什么都不懂，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辩护都。但是无论如何，家里对你还是很关心的，还是父母对我是很好的，但是要不的话，我现在早就可能都已经没办法那啥了。其实就是想着父母，我独生子，那个时候原来家里做生意的嘛，然后批发雪糕，现在我爸有一个小摊儿也在批发雪糕，但是生意现在东北没什么人了嘛，就是勉强维持生活，父母自己养活自己吧。我给家里提供不了什么帮助，我现在自己能管好自己，能不让自己饿死就已经很好了。我在老家给父母丢了好大的脸，做生意赔钱，找工作又找不到，给父母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等于说一直在啃老一样，真的压力特别大，就不知道自己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在哪儿。你说我活着为了什么呀？最起码我活着有一个人生目标吧。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死了对父母是最大的帮助。
不拖累他们就是最大的帮助。真就这样，你工作也没有，希望也没有，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就觉得生活就真的特别没有意义。我如果想娶妻生子的情况下，你觉得会有女孩喜欢我吗？我一个月只能赚3500，有犯罪记录。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父亲的情况下，我不会把女儿去嫁给这种一个人。自己的外孙生出来就比别人低一个档次。我现在对自己的婚姻也好，交女朋友也好，不抱任何希望了。你自己内心里真的会觉得低人一等吗？我觉得不止低人一等，至少3等。因为我感觉自己现在都不是一个人，只要是人从事的工作几乎都不用我，真的就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每次被开除的时候，我也在想问题。每次我去找工作，我兢兢业业的干，我也不偷懒，我也听话，为什么那些人老是开除我呢？为什么我找工作的时候总是被拒绝呢？我连生存都遇到问题了。我体力活就这么说，我去工地干活的时候，工地的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第一点，非常的体力。比如说去工地搬砖，你稍微没有劲儿的话，你干半天，人老板就不用你了，给你结半天工资，还得说好老板，不好老板直接就撵你走了。重体力活你干不动，非重体力你能从事的工作，比如说外卖了、快递了、保安了、保洁了，这些轻体力一点的，就是你能做，但没有人会用你。当你就业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还能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吗？和普通人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了？没有人生下来低人一等啊，但是，可能事实上自己遭受过这么多次毒打，啊，去哪儿都碰壁，自己就，你说你不认这个事儿，这是个事实啊。就好多人认为你就应该找不到工作，你就应该活得颠沛流离，你就应该流浪，你活该。对，就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标签贴到你身上，你撕不掉的。那你觉得你的人生还有解法吗？你还有未来吗？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时候，能给我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厚的5块钱2双，薄的5块钱3双，含棉量80的，不臭脚不起球。拿着东北的货，辽宁辽阳小北河的，就是给家乡做宣传来了。咱这纯棉的，你别说买不着。我手里拿着整个中国最好的货源，我那袜子。10块钱的，对，10块钱6双，对，没错。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找不到摊位呀，主要就是没有卖货的地方。我的货源能卖到整个北京市最便宜的，就全网最低嘛。我卖2块钱1双的袜子，上卖39.9块，能说吗？对呀，那不很好吗？对呀，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吗？你为什么不能在卖？你为什么不能在上卖呢？不会弄啊，我要会弄不就好了吗？机会只是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我想躺平的话，我现在不会在北京，我肯定是还在老家，哪怕就是饿不死就行呗，对不对？但是我想做好啊，所以我才来北京啊。我哪怕就是找不到工作睡马路了，我也没有选择回家。我就是想再努力一下，我想把自己改变的变得更好，哪怕就是失败了，无非就是再流浪吧。我已经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某些平台上拿这个东西做儿戏，对年轻人有一些不好的导向，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这里其实是现身说法，告诉他们真的不要踏出那一步。那句话不是说的挺好吗？叫做你可以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但是你不要嘲笑那些勇于发声的人嘛。我说我也不怕，我说站出来说吧。如果能争取到点工作机会最好，就是争取不到的话，至少能把这个犯罪成本到底有多高，我现在活得有多难，我告诉普通人。不要以为说你进去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你出来以后还是一个普通人，只能由我这种有标签的人、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来说。就哪怕就我从此以后我的脑袋上就贴了一个有犯罪记录这种标签，我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我也无所谓。我做这件事情，我提醒了所有普通人。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了以后，你还是在未来赚不到钱的时候，还是选择靠违法犯罪去赚钱，那我劝不了你，没办法。我录过这个视频，哪怕让一个人放弃了违法犯罪，我觉得我就值得了，因为我自己淋过雨，不是说嘛，总想为别人撑把伞嘛。